天下杂志我们婉瑜执行长哈，还有我们苏副市长哈，以及我们各县市的代表，以及我们产业的先进，还有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刚刚这是在底下听苏副市长演讲的时候，一直在想说，他一直讲说要借几分钟哈，我是很乐意借给你，但是来不及，已经好这结束了，因为我也还蛮想继续看下去，看桃园的一些城市的一些发展。因为呢，其实我们跟桃园、跟新竹县，甚至还有苗栗县，其实我们桃竹竹苗刚好就是一个共荣的生活圈，所以其实，在很多的一些会议当中，哦，有跨县市的会议，常常也跟桃竹竹苗几个县市，大家一起来共商，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生活圈更好的许多提案。那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些我们在新竹市，有一些相关的，我们公司协力来打造永续发展城市的一些，包含我们的措施，包含我们的案例。那我今天简报呢，没有像苏副长准备这么多哈，所以应该可以在20分钟内顺利的完成。好，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竹市哦。很多人讲到新竹市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科技城。那科技城，我们是新竹科学园区，是全台湾的第一个科学园区。那也坐落在新竹市，新竹县也有。那新竹市、新竹县大概2/3、1/3。那新竹市的很多特色呢，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有3高1低。哦，每一次在国际外宾来的时候，尤其日本人听到3高1低，他们都很紧张，想说是不是那个糖尿病啊，还是血压高啊等等。好，不是3高1低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幼年人口比例哦，也就是14岁以下的人口比例是全国最高。同时呢，我们的教育水准平均的教育程度也是我们全国最高。再来就是我们每人的平均所得，还有每人的平均我们的这个创造的营业所得，是我们的全台最高。为什么要强调每人平均呢？因为其实我们新竹市，我们的人口只有45万人。所以，如果以全台湾每一个县市的营业所得来算的话，其实我们全台湾大概只能排到第6名。可是，当一除下去新45万人口数的时候呢，我们就跃升到了全台第1名。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含金量的密度上来说的话，真的可以算是全台湾数1数2的县市。那我们最低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平均年龄最低。大家可以自己先猜一下，新竹市的人口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答案是40岁。好，就平均年龄是40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那当然也照应于呢，我们其实有我们的科学园区，我们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一些研究中心、研究机构，包含像我们看到国家级的研究中心，不管是在工研院、太空中心，那也包含了我们在看到国家实验研究院，那甚至5所的大学，包含像是阳明交大、清华大学，还有我们中华大学、元培医师科大、玄奘大学，都在我们新竹市。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呢，我也要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冲突点是在于，我们同时又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我们是一个300年的古城。新竹的这个我们讲说竹堑城啊，其实已经设置300年了。我们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正在庆祝我们新竹设置300年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文化古都，我们的历史建筑密度是全台湾最高。同样，我们又要讲密度，因为我们只有100平方公里，所以如果你单纯要讲那个历史建筑的数量，我们当然以台南市来说，我们是比不上。但如果以密度来说的话，新竹市确实是历史建筑密度来讲数1数2高的城市。所以呢，在新竹市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听说全台唯2城市有护城河，新竹市就有护城河。同时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城门迎西门的部分。所以呢，很短的一条路，你可以用走路的方式就可以看到相当多的古迹、历史建筑，包含我们自己新竹市政府以前是新竹州厅，目前已经98岁了。所以呢，上次我到这个总统府参与这个总统召开的会议的时候，蔡总统在致辞就讲到说他在古迹里上班。当时我心里想，对，我们新竹市政府也是一座古迹哦，所以我们在古迹里上班。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自然生态，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新竹市是一个山湖海的城市哦，不是周杰伦那个珊瑚海，就是呢我们有18间山，我们有青草湖，那同时呢我们也有南寮渔港在海边，所以我们新竹市的这个特色呢是非常的多。那讲到城市的特色，接下来当然不免就是我们要谈到的是这些特色怎么样能够继续来做永续发展。
那刚刚有听到我们桃园的情况跟高雄的情况，事实上呢，在桃园跟高雄，大家一样都会有所谓的工业区，同样的会有像我们有科学园区。当你今天讲到科学园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在赞叹科学园区的发展。举例来说，像我们今年，我们有一次呢，这个遇到竹科管理局的王永壮局长，他就跟我说：“市长，我们的这个园区呢，今年呢正式突破17万的就业人口。”也就是说有就业人口的部分突破17万，我们当然是一方面帮他鼓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汗擦一擦，摸了一羞，想说天哪，17万人口，这个通勤也是问题，就业的这个住宿、通勤，还有小朋友的求学，都是接下来我们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永续发展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当然就会要朝向包含3种不同的面向。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施政的措施，也就是我们怎么样用透过市政府、市政的力量来协助打造我们的永续发展城市。那这个施政措施里面呢，当然也包含说，我们过去并没有一个专属的推动办公室，所以呢，在去年我们环保局我们江局长跟跨局处的局处长合作之下，我们也成立了新竹市永续发展及气候变迁因应的推动会委员会，以及我们的推动办公室。那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办公室呢？事实上，大家刚听到这个苏副长讲的时候，有讲到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永续发展它已经不再是单一局处的问题。过去呢，大家可能只要想到永续净零，就会推给什么环保局。那环保局呢，它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其实并不是环保局单一局处可以去做的。17项的 SDG 打开来，各项的部分都要跟很多不同的跨单位来合作。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推动办公室，它是直接承属于3长层级、首长层级的一个秘书等级的办公室。所以用这样的办公室来去协助我们去跨局处的去做很多在17项 SDG 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所以包含社会面、经济面跟环境面。第2项是什么？我们很重要有企业合作，因为我们新竹市的重点呢，刚刚大家有听到就是我们的企业创造的所得很多，我们企业有非常多的就业人口，所以呢，企业的合作也很重要。那不管是说我们在前几年开始，包含 CBAM 的这个要求，包含说我们有净零碳排的要求，甚至我们在国发会也定出了这个净零碳排的转型路径。其实我们的很多企业都开始面临到国外的客户对于供应链的很多的要求，所以呢，在他们面临到这个要求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免要去想说，我要去哪里购买碳汇、碳权，我要怎么样去实现我的 CSR， 我要怎么样能够在净零碳排上面是有一些我们的责任义务可以去做。这个时候，新竹市政府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企业它想要去做一个净零碳排的一个 SDG 的实现，它有时候场域可能是公家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跟台积电做的植树新传计划，目前在南寮渔港，刚刚介绍的南寮渔港，已经有种了43000多棵树。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想说，如果说像这样种树的一个行动，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去实现它的碳汇、碳权，甚至未来它被要求的时候，它可以用这样子来抵 CBAM 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台积电现在应该是还没有说到这个非常严格，像高雄刚刚可能在就是重工业的部分已经被要求很多，但是呢，未雨绸缪总是我们现在科学园区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你就想今天企业要种树，他要怎么样知道他应该在哪边才可以种？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要种什么样的树？今天不是随随便便种树就可以。最近植树节刚过，我相信各县市都在植树节的推广计划。今天像比如说在我们的南寮渔港，也许我们就必须要以防风林这样子的一个树种来去种，因为它可能是要防沙、防风等等，在比较艰困的一个气候环境之下，它能够在那边种树。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什么？地方政府的责任，也就是我要来让这些我们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我们地方场域上面，能够开放给他们，让他们来做他们的这些净零碳排的 CSR。最后一个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鼓励措施我想鼓励措施就是说政府措施是我们在
基础建设上面去努力打造。那鼓励措施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样鼓励辅导，让我们的企业跟民间个人都能够朝向某种方向去前进。好，举例来说，像我们有电动机车的汰换补助，也就是说你的燃油机车时限到了，我怎么样能够鼓励你用一些诱因方式，让你愿意来汰换成为电动机车。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推广大众运输跟绿色运居上，怎么样能够透过票价的诱因或者其他的诱因，让你愿意来做达成？好，所以我想这3个面向，大概就是我们自己新竹市政府在去年开始，我们推动 ESG， 我们希望从这3种不同的面向来着手。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去年我们也特别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5大施政目标重新再整合之后，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第2版的 VLR， 也已经完全上传上去。好，那这一版的 VLR 里面呢，就包含了我们每一个施政目标底下的对应的 SDG， 全部都列上去了。所以呢，真的我是觉得天下杂志给我们20分钟真的不太够，因为其实17项 SDG 都要讲完，真的蛮难的。所以今天就是摘重点跟大家做一下报告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老幼共好，因为大家知道哈，我们这是年轻的人口大概14岁以下，比例全台湾最高，大家知道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多的城市。但是呢，我们的长辈人口，我们偏偏又是一个很长寿的城市，所以呢，我们老的要照顾，小的也照顾哈，所以老幼共好是我们里面非常重要的政策。首先第一项包含像是我们的这个冻卵，这个是我在我们的巨城哈，大家讲到新竹市就想到巨城哈，我们的巨城百货我们做了一个冻卵跟我们包含像是哺乳等等的，我们跟这个巨城百货一起来合作场域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就是来帮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女性也好，或者是她有刚好到生育年龄的女性也好，我们帮她做所谓的 AMH 卵巢的健康能力指数的一个检测。那同时呢，后面我们就搭了全台湾第一个我们实施上路，跟这个桃园应该是差不多时间，我们是实施了这个冻卵的补助，好让我们这些我们在新竹有很多的这些工作的女性，她可以在她适合的时候可以来保留她的生育力。所以呢，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冻卵的补助。那再来包含像是我们的好运专车，我们的好运专车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排富条件取消，同时我们也开放搭乘的这个时间可以到你的产后3个月都可以来做搭乘。那我们的托育人员也很重要，因为其实托育人员的9任奖励金，因为刚刚讲的这个公车司机很难找，其实托育人员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点我们需要培养的职业人力，所以我们在托育人员的部分，我们也有这个9任的奖励机制。那再来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夜间跟假日的定点临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职业的，不管是妇女也好，或者是男性也好。他们在孩子的这个托育上面呢，有些时候他们在晚间或者是在假日，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喘息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也开办了东区的夜间跟假日的临托定点临托的服务，那香山区的定点临托服务也开办，那我们就达成了每一区我们都有一个定点临托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再来是我们的长者部分所以我们在去年也上路一个是年满65岁以上这个比较弱势的长者，我们每个月提供给他1000元的营养补助金。那我们也有包含全口假牙的活动假牙的补助。那最后是我们提升了敬老卡跟爱心卡的福利，也就是说我们的敬老卡跟爱心卡呢，我们过去是只能够搭乘计程车，它的使用项目比较狭窄。后来呢，我们就包含像是国民运动中心的场地租借，包含像是农会的使用，还有包含国道客运搭乘台铁，这些都开放。我跟大家讲就是其实对于长辈来说呢，少少的1个月600点，相当于大概是600元的一个扣打，然后你是不能累计的，你当月要花完的。结果呢，在我们就是我上任之前，我在看这个敬老卡的使用上，其实大家知道1个月600点，其实它的使用率只有1个月8%，也就是它1个月只被花掉48点。那这当然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为什么敬老卡给你这样的600点，结果长辈们他不买单，不愿意用。所以呢，我们就把一些新的项目增加，比如说喜欢打球的长辈，你可以去租借场地，可以去打球。如果说你今天是喜欢，比如说出去玩的话，你可以要搭台铁、搭国道客运，你可以折抵这个车资。所以呢，就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就大幅的提升了敬老卡的使用。
那同时我们在教育的部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新竹的这个大家刚刚讲到哈，就是我们平均的教育水准、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的这个要求哈，就是品质也非常的高。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当然也有包含智慧校园哦，就是班班有大屏，一师一载具，生生有平板。那让我们的孩子哦，在使用这个教学的载具上面，他们可以使用到多媒体的不同的一些教学方式。那也包含说我们的校园改造工程，那以及幼教师生比的调整，我想这些都是说真的，也是因为我们的园区的一个发展，很多的年轻家庭的移入，造成说其实在教育的这些资源上面，我们必须是否要更加把劲的去努力。好，再来讲到就是交通的问题啦。因为交通的问题呢，我说真的，就是我们这新竹市呢，常常被人家诟病的哈。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就是呢，我们上任以前，我在地方开座谈会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就跟我们讲，他说他们的这个塞车呢，不是说什么在路上塞，他是从 B3的停车场开始塞。你家里面大楼的停车场，你就可能连这个从车位开始就在塞车，所以呢，新竹的交通的塞车问题呢，其实是园区发展之后周边遇到的很大的梦魇。那刚刚其实我们听到包含说是第一个，你的替代道路要开辟，也就是呢分流，你要有更多的道路让他们可以去做选择，才不会塞在某几个瓶颈的道路上。那再来就是什么？大众运输要能够提升，好，所以大众运输提升，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也记得我们跟桃园、跟新竹县、跟苗栗县，我们一起合作的，向行政院争取成功桃竹竹苗的生活月票、通勤月票的 T Pass。这个 T Pass 大家想一下哦，刚刚有讲到这个我们的 T Pass 这个桃竹竹苗4个县市，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第一周上路几万人次的参与，第一周都还没宣传哦。答案是8万人次。我跟大家上几个数字：新竹市45万人口，然后竹科园区17万就业人口，然后桃竹竹苗 T Pass 一上路，第一周就有8万人次的使用。请问一下大家，桃竹竹苗 T Pass 会是新竹市民去买吗？比较少。通常是什么？比如说是要进科学园区，同一个方向大家一起进来的时候，大家会来买这个 T Pass 来省钱。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桃竹竹苗 T Pass 上路之后，其实对于新竹市民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些外县市要来通勤的人，拜托你们坐大众运输，不要再来新竹市塞了。光是这一点，其实就帮助我们疏解交通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行政院在推这样子的一个 T Pass， 确实是有它的好处存在。那再来是包含我们的这个智慧交通，那也有交通改善小组是我自己成立，然后而且自己亲自主持的。那也包含我们的行人安全，像是我们讲说在这个行人的行船线推缩，或者是行人庇护岛等等的设置，这一些我们都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最后的话是我们包含像是我们的有一些其他的城市永续发展的 APP， 我们主要就是说希望能够用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新竹市很多的一些永续发展可以更加的进步。好，那因为看到就是时间不够，所以赶快来跳一下。好，那这个最后介绍一个这个平台，是我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推出的 ESG 永续发展平台。那也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跟企业一起来合作，由政府提出场域，然后由企业进来进行合作之后，将这样的一个成果可以展现出来。所以呢，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像台积电的植树新传计划，目前43100多棵树在我们的南寮渔港，还有我们的这个青草湖、青青草原，都在这边有在开始种树。那也包含世界先进，它也跟我们认领了空品净化区。然后呢，用他们的这个企业的力量来帮我们做空气品质的一个提升。那也包含了这个职场代谢症候群的个案转介，帮忙照顾他们员工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新竹市民的这个健康医疗可以更加提升。那也包含说，我们有企业呢，它是将这个回收的木材来捐给这个我们这个国中，因为圈国中，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讲，我知道是哪一所国中，好像是圈国中，它是捐给他呢来作为这个回收的书柜，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企业也能够做到 CSR。那最后也包含香山湿地的富裕计划，这个是由我们的元泰科技，也就是最有名的这个电子纸的公司。
那我想这些合作的案例呢，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 ESG 平台，市政府也可以将我们的场域 open 出来，也可以将我们要做的跟 ESG 相关的题目，让我们的更多的企业可以来参与。那其实我也那天跟这个环宇执行长讲哦，我说我相信哦，现在企业除了包含像是我们资安长，每个企业可能要有资安长，现在又要有一个什么永续长。那永续长既然有个长字呢，它就会有它的预算，所以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一个企业可能 R&D 的预算也许多少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永续发展的这个部分，我想未来在企业也会有一定比例的预算来做投资。要投资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可以来新竹市的 ESG 平台上面来找你喜欢的场域跟题目。好，我相信呢，新竹市政府绝对会作为大家的伙伴，帮大家实现自己的 CSR。所以这就是婉玉执行长那天听完我讲之后，说请我来这边，有点像招商投资啊，来这边当一下 sales。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的新竹市 ESG 平台上面来看一看，有哪些平台跟项目可以来做。这个是我们想说在新竹市政府，我们一个公司协力，大家一起来促成城市永续发展的一个案例。今天也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大家，谢谢。